希望每一位点赞的旅行者都能抽到钟离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角色攻略，会尽可能做到详细，希望不论是有钟离的还是没有钟离的，看完这篇攻略都能有新的收获吧。我会从以下几个点来详细的介绍钟离这一角色，每个点的时间点我也标好了，想看哪部分可以直接跳转。定位：钟离，盐元素辅助，突破加盐商，突破材料需要石破和史莱姆泥液，天赋书是黄金、史莱姆以及吞天之金之角，从公子副本获得。首先我们要明白钟离的定位，就是一个护盾减抗工具人。有伤害吗？有，主要爆发来源于大招，持续伤害得看共鸣流钟离，但队伍有限制，可以 C 吗？可以，但没必要。在我看来，物理流钟离基本上是只有钟离真爱党才会玩的。虽然后面改版提高了钟离的普攻伤害，但也只是加到了正常的程度而已，我个人并不推荐。固有天赋，在介绍普攻、元素战绩、元素爆发之前呢，我们需要先了解钟离的固有天赋，因为这会影响到以上几点的总体伤害。天赋4，护盾每被攻击一次，护盾强效就提升 5%， 至多叠加5次，效果会一直持续到护盾消失，算是一个提高盾量的天赋吧。不过吃5次攻击，我估计盾也差不多没了，实际作用不是很大吧。天赋5算是钟离对生命值的核心天赋了，所有伤害来源均与生命值挂钩，普攻 1.39 和延禧 1.9 这个伤害提高，很明显策划是有经过精确的计算的。3万生命增加408点攻击基础版值，这个加成也吃暴击爆伤。天星的 33% 生命值伤害加成是在改版前就有的，伤害提升非常可观。天赋6，用钟离制造长柄武器时会返还 15% 消耗的矿石，就是造枪时会返还部分矿石。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是6段枪击，重击向前突进，整体来说倍率很一般，或者说是非常低，全角色倒数。不过得益于天赋5的生命值加成，算是抬回来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普通攻击的第5段伤害动作是踢枪，很帅，但是满级伤害也只有 21.3 乘以4，按理来说伤害量应该不高，但在实战中我发现伤害量还算可观，得益于每段都能吃到 1.39% 的生命值伤害加成吧。而且此段普攻是脱手技，意思就是当你踢枪之后可以马上换人，这段伤害也仍会留在场上打完，算是一个小 tips。元素战绩，点按在自己的正前方创造一个细细长长的岩脊，冷却4秒。相比岩主的筒子，好处是实战中没有那么容易爬上去。长按会令附近的岩元素爆发，冷却12秒。挖矿神技会造成岩元素范围伤害，范围不小，但伤害不高，满级倍率也只有 144%。如果场上的岩脊没有达到上限，长按就会再创造一个岩脊，并获得一层护盾，持续20秒。盾量多少取决于你的生命值上限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无论是长按还是短按都不会产生元素威力。钟离的元素战绩比较特殊。只有岩脊的扩散伤害达到敌人后，才有概率会产出元素威力。属于细水长流型，这个概率不算低。场上有岩元素创造物时，效果更佳。这也是为什么用钟离组个双岩队，充能效率感觉变高了的原因。岩队充电宝可不是随便说的呀。假如附近有带有岩元素的目标，长按还会消耗至多2个目标的岩元素，这个效果并不会造成伤害。创造出的岩脊会与附近的岩元素创造物进行共鸣，并对周围的敌人造成岩元素伤害。什么是岩元素创造物？荧光的屏风、阿贝多的花、岩主的筒子以及大招都是岩元素创造物。丘丘人萨满创造的圆台也是。顺便提一嘴，这个圆台自己也会进行共鸣，伤害更高，频率更低。不过它的是圆的，我们的是方的。我怀疑钟离这招就是从这里学来的。钟离改版过后的护盾对全元素以及物理都有 150% 的吸收效果，按相对论来说，就相当于你的盾量提高了 1.5 倍。不过盾值虽然是固定的，但每个角色的防御力是不一样的，打到身上的伤害是会根据防御力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。所以切换别的角色后，你可能会感觉自己的盾量变薄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同时呢，当护盾存在时，周围敌人的全元素抗性以及物理抗性均会下降 20%， 这个效果的范围也不小，近战100%能触发。但像甘雨这种射手想知道减抗的话，就需要你从安全距离再靠近一点了。虽然一个元素战绩我就啰里吧嗦了那么一大堆，但其实也没有我讲的那么复杂，实战中用几次就差不多能搞懂了。元素爆发，召唤城市之锁进行大范围打击。造成大量岩元素范围伤害，并使敌人石化 ，BOSS 类怪物除外。石化状态下，敌人无法动弹，但也会始终处于岩元素附着的状态。这点对打反应来说并不是很友好。石化的时间，1级的时候是3秒，之后每升1级增加 0.1 秒，满级4秒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石化从大招动画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实际的控制时间可能并没有那么多。不过如果你玩多了，可能就会像我一样，觉得这点控制其实完全没所谓的，因为不能打反应，有时候巴不得没有石化有个伤害数字就行了。大招冷却时间12秒。能量40点，1级倍率401，满级900，再加上33%的生命值上限加成，伤害量非常可观。
缺点是不能打反应。高倍率的大招加短冷却时间加低能量要求，是不是觉得很 nice？ 但实际体验下来，如果中离不组双眼打共鸣的话，充能效率其实并不高。而且现在双眼效果加强了，有20%的炎元素抗性降低，再加上中离的护盾，那就40%史诗级加强。有中离的情况下，组个双眼队其实收益还是很高的。像我这种缺主 C 的，每一期深渊必有一支双眼队，剩下的2个位置带破盾工具人即可。组队的话，推荐炎光、凝主、阿贝多这种有炎元素创造物的，不然充能效率会很低。命座一命元素战界创造的延级最多可同时存在2个，好处是什么？2根柱子，那共鸣就是双倍的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炎元素创造物是根据延级的扩散时间来决定自己的扩散时间的。2根柱子虽然伤害固定，但炎元素创造物的扩散时间相当于缩短了1半，所以一命是玩共鸣流的关键。不过炎元素创造物的上限是3个，0命用炎主可以1柱2弹，1命多2根柱子，但也会少个弹。不过炎主的大招是个例外，所以玩共鸣流炎主是关键。2命在释放大招时会为附近的角色上一层护盾，还是挺关键的。放个大招就给盾，可以有效的加速操作流程，而且是连击的保证。4命天星的范围增加20%，石化效果延长2秒，还不错。但在我看来不是很关键。还有就是我还蛮好奇这个范围增加20%加的是直径还是面积？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不懂程序，所以才会问出这么蠢的问题吧。应该是面积吧。6命豫章护盾受到伤害时会为当前角色回血，但治疗量不能超过伤害量的40%，并且不能超过当前角色生命值上限的8%。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命座吧。极致的生存，圣遗物选择。圣遗物我向来是主张有什么用什么的，想打输出那就双炎双决斗，或者是双炎双宗室；想打辅助那就4宗室或者是4盘炎，看自己的选择。其实我想大家对圣遗物主要纠结的地方还是出在沙漏、杯子和头这3个部位的属性选择上面吧。想打伤害的话，攻炎爆是最佳的，但盾量就一般了。怕死那就有生命值、极致的生存、血牛钟离，两者都想兼顾，那就生炎生，贪一点就生炎爆。要我推荐的话，那就生炎爆。如果怕盾量不够，那就副属性词条多来点百分比生命值。其实平时多注意走位，把盾当成个减抗技能来用的话，全带输出也完全够用。但如果你觉得都带钟离了，我就是想安一点输出，那就堆生命值。说到底还是看自己，我只是给你们几种选择。还有下版本会出的新圣遗物千眼牢固，2件套加20%生命值，4件套元素战绩命中敌人后，队伍附近的所有角色攻击力提高20%，护盾强效提高30%，持续3秒。该效果至多0.5秒触发一次，重点是后台依然可以生效，看上去简直就是为钟离设计的。2件套没什么好说的，主要还是4件套的效果吧。20%的攻击对标宗室4件套的效果，但宗室需要放大才能触发，千眼牢固只需要放个元素战绩就成，而且还外加30%的护盾强效。不过其效果是对场上的角色生效，也就是说在切换其他角色出来之后，还需要延级的扩散伤害再打到一次敌人才行。仔细想一想，其实条件不算苛刻，就是持续时间只有3秒，可能是个问题。而且我们不能保证怪物一直待在柱子旁边。不过有了新4件套，也许我们的圣遗物主词条就完全没有必要堆生命值了，只需注意副词条多玩点生命就行了。而且我觉得该圣遗物最大的作用还是解决了不是2命的钟离的连击问题，连击队友也是能获得攻击力加成的。至于效果能不能叠加，我个人倾向是不能。如果你问我刷不刷的话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已经有一套钟离圣遗物了，可以不用急，慢慢来就行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刷就完事了。武器选择，武器我也主张有什么带什么，没必要强求。具体来说的话，最佳武器那肯定是护魔，没有之一，附属性完美契合钟离。其次就是冠红、合浦渊和天空之戟了。以上是5星武器，不过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应该还是4星武器，毕竟5星可遇不可求嘛。个人最推荐决斗枪，爆率加的高，面板可以弄得很漂亮，效果是加攻击也很不错。黑岩刺枪同理，千眼长枪这把武器对配对有要求，如果你能用钟离凑个4离月人，那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西风长枪元素充能对钟离来说也比较重要，特别是不在双眼队的情况下，而且西风长枪我相信大家都有。不会有人没有吧？3星的史莱姆长枪、黑鹰枪，这个你们总有了吧？成本低，满金容易，副词条加生命值，完美契合钟离。打史莱姆还有伤害加成，堪比5星长枪。史莱姆长枪遥远地神，如果已经把它当狗粮喂了，那也没事。以后抽到了3星武器都注意点，3星武器的效果其实都很不错的，就是面板低，我个人建议每种都满金一把，锁住。实战注意点：一、延级的扩散伤害属于炎元素伤害，所以会与其他元素反应形成结晶。举个例子，羞羞人头上有火元素附着，此时我想切换公子出来打大招蒸发，但奇怪的是大招打出来之后并没有蒸发，为什么？火元素被柱子给反应掉了。所以如果把钟离塞进反应队的话，就需要注意延级的位置了，可以打之前先放在一边。2、钟离的大招并不是以钟离为中心的，绝大部分打在身体前面，放大之前如果遇到正在冲锋的羞羞人，很有可能会狂打。
建议放大之前先找好角度，智能选取有时候很 SB。3. 钟离的柱子可以卡掉大招的动画。4. 共鸣的范围并不是很大，所以在放置盐元素创造物时需要注意。5. 盐己会因为怪物的攻击而提前消失。6. 盐己的伤害并不会打破莫娜大招的水泡。7. 假如附近有炸药桶，可以利用钟离长压战地造成的范围伤害先炸掉，爆炸伤害。那么差不多就是以上几点了，希望没有漏掉什么东西，有的话我会在评论区补充。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，那就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UP 主吧。你的每一条弹幕评论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